你好，欢迎收看《新闻面对面》，我是谢仲。来，一开始为你介绍今天要请到的特别来宾，左边第一位立法委员陈亭妃，五哥好，大家好。资深媒体人理工男黄创夏，大家好，天佑台湾，天佑台积电。资深媒体人陈敏凤，大家好。右边为你邀请到立法委员叶元之，大家好。桃园市议员备少将俞北辰将军，大家好。资深媒体人康仁君，大家好。好，那我们知道明天应该是算凌晨4点多吧。川普不知道要宣布什么东西，大家都在那边等。当然你讲说产业性的关税，包括232条款，所有相关的东西，应该在下个礼拜吧。但不管怎么说，这样只要讲到关税，都让你夜不成眠。大家每个人都在想，因为你不要以为你会跟关税没有关系，因为跟整个台湾来讲的话，不管是未来232，然后里面跟我们的不管台积电啦，或是半导体产业有什么一些关系，光一个28，明天8月7号，8月7号呢，8月7号以前大家要达成协议，要不然就是28。那我们到底能够达成什么样一些协议？那个数字包括我们是要再投资多少吗？本来讲台积电是不是1600多亿，然后川普突然蹦出来一个3000亿，然后我们的经济部长就跟你说没有3000亿假讯息，真的假讯息吗？因为经济部下午再发了一个声明来澄清。不过不管怎么说，让你先看一下，你就知道一个关税把全台湾搞成什么样子。来，先听听看，当3000亿一出口以后，我们的经济部长怎么回应的？来。部长，这个川普有提出这个3000亿台积电的投资，有收获到这个相关讯息。这个是假讯息，好不好？你说川普讲的是假讯息？我不知道谁讲的，是川普说的。那我不知道，因为我没有研究这个命题。会觉得这个3000亿的有点？我觉得这个我们要问台积电，好不好？好，问台积电。部长，因为您之前有提到投资4000亿的部分，然后好像我那个是说假设。假设的话，我没有讲说我们要，我的意思是说，如果我们要想从现在的20% 的关税，然后要努力到15%，可能我们花的代价要这样。所以有预计这个准备吗？4000亿这个准备？这个只是在讨论嘛。我们什么都不知道，因为我们什么都不能知道，因为我们的行政部门说所有的事情全部都是机密，我们什么都不能知道。好，那如果真的这样讲起来的话，真的什么都不知道。那在过程当中，这个谈判那进行的又是什么样一个状况？刚才各位听到了，包括郭志伟部长，然后当有人问到为什么会问这个呢？是因为川普突然蹦了一个3000亿，他怎么来的？川普点名台积电，他在5号接受专访的时候说，计划在未来1周左右，我们即将要宣布半导体和晶片的关税，这是一个独立类别，因为呢，我们希望这些产品能在美国制造，并特别提到。台积电将在美国投资3000亿美元，我们有全世界最大的，你知道，来自台湾，将在亚利桑那州投资3000亿美元，新建全球最大的晶片跟半导体厂。OK， 那台积电怎么回应？台积电说，目前美国投资计划就是已经宣布1650亿很大好吗？那已经是1650亿了，但川普说了3000亿，纽约时报基本上他就直接说了，那不给钱就面临高关税吗？纽约时报说，川普谈判的手法。向全球性招商，怎么办呢？他就是全球性，但他就是要拿你的钱。好，那这个时候，根据白宫公布的川普官方行程显示，川普要在美东时间周3下午4点半，我们的时间是7号，就明天清晨4点30分，在椭圆形办公室宣布消息。什么消息？有人认为可能是跟关税啦或232条款有关，但不管怎么样，现在只要川普一说要讲什么话，全球都在等。尤其像我们，因为我们是暂时性关税，到底后面是怎么样？那也都在等这些，可是就是因为这个3000亿，郭部长刚才你看到他被问到这个，他就说没有，那这是假讯息。这个假讯息为什么？因为郭志伟今天拜访民进党立院党团，想要和吴思瑶沟通。各位有听到吗？昨天吴思瑶直接在媒体访问的时候就堵麦的时候，他就直接讲，如果还要等到立法院党团的干事长来再解释一次，那是不是行政单位解释不清楚？好，他今天就去拜访要去沟通。郭志伟出来以后，媒体读访。针对这所谓的3000亿，郭志辉先说这个是假讯息。各位，这个回应已经蛮麻烦的了。后面这句话你再听一次。记者追问川普说的是假讯息，他说我不知道谁讲的，因为我没有研究这个命题。你去问台积电，你是经济部长，你没有研究这个命题。创夏，我听了这个比这个假讯息更发毛。经济部长告诉你我没有研究这个命题，麻烦你去问别人。现在这个节骨眼，你怎么答都好，你怎么会答出这样的一个话？上个礼拜有个画面，就是郭志辉去后壁的时候，然后被人家说他是路人甲。今天他真的证实，他真的就是路人甲，非常称职的路人甲。
所以这个东西才是现在大家为什么面对关税、面对台积电充满了不确定感的原因。其实现在整个台湾，尤其是父亲节快到了，不管川普明天会宣布什么，因为他有产业关税、有类别关税、有浮动关税、有二次关税，所以他明天会宣布什么，没人知道。但是川普现在已经让全世界紧张绷得要死，然后台湾呢，跟8月7号嘛，那目前为止呢，20%叫做暂时性，然后现在呢，川普昨天呢接受 CNBC 的时候，他是电话连线的，连线的时候突然抛出来，台积电3000亿美元，而台积电的回应呢，也让你觉得还要观察下去。目前1650亿，那目前之后呢？是不是真的还有一些压力？所以其实川普在整个状况，那这里面呢，我们其实看到了日本的谈判代表经贸部长又去第9次谈判，南韩的也会出来，因为后面还有很多还没有白纸黑字，后面还有很多执行，还有很多细节，还有很多产业，然后要怎么去谈，怎么去处理。那在台湾，经济部主管除了水利署之外，还有国贸署，然后还有产发署。就是我们以前的工业局、以前的国贸局，通通是我们经济部长郭志辉，他的所辖，但是我不知道这谁讲的，这是假讯息，会让我们觉得更害怕。我知道你有很多你不能说的东西，这个大家都知道。那记者也没有寄望在他口中你要讲出什么，只是一个假讯息，你知道，所以等于是你在讲川普。所以媒体直接说打脸川普吗？然后接下来就跟你讲说你没有研究，我的意思是说你要有一些资讯要保留要什么，但是不可能是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像你说讲完以后变路人甲，然后讲完以后变成我们应该主管的单位，你完全不知道。我是觉得不要苛责他了，他可能真的都不知道所以可能真的是路人甲嘛，对不对？所以他是最称职的路人甲，可是这个路人甲，拜托。我们现在全台湾300万传统产业的劳工，那今天会怎么办呢？台积电1650亿，那也是台积电咬紧牙这个弄出来的。然后后面川普呢，其实更麻烦是因为我们知道20%看起来希望会降嘛，可是会降的时候，大家最担心的是代价是什么嘛？纽约时报在分析的时候，其实告诉你更清楚了，就是川普要的。就是台湾的台积电，川普你看他整个在打关税战的时候，2个东西，一个投资美国，第二个呢开放市场。那对印度他还在猛 K， 因为印度14亿人啊，对印尼猛 K， 对日本猛 K， 那是你要开放市场。那台湾2300万，其实我觉得川普大概台积电不是市场问题，就是投资美国嘛。然后投资美国，你就要回到古立言，古立言都已经暗示2件事喽。当时在那个台湾关系法的时候，他不是在台北的饭店吗？他讲了一句话，以前都是讲说台湾有事，美国有事。古立言在那时候已经开始了对等关税的一个贸易战哦。他讲的话叫做“当美国赢，台湾就赢”。他的主题是什么？美国先赢。所以美国先赢是赢在哪里？川普最要的是什么？所以呢，对台积电讲压力很大。上次魏哲家跟他开记者会，1650亿已经是美国史上国外单一公司直接投资最大纪录。然后川普后面呢，有一次是嘴巴里面突然讲2000亿，然后结果现在又突然3000亿，那是3000亿美元，整个台积电吃得下吃不下，但是吃不下还是另外一个极限施压，因为Intel 是不是台积电逼着台积电最后？要去当代理孕母，因为台积电的那个 know how 太重要了，包含是现在还找不出来，到底背后买家是谁？台积电的2奈米秘密也在被人家偷啊，所以台积电是怀璧其罪，要承担的是整个国际经贸大事里面帮台湾扛起一切。但是这样子，台积电是不是也太沉重了？对，因为待会儿来宾也会提到，最近你在媒体上看到是不是有人要窃取台积电的一些相关的一些营业秘密？开玩笑，台积电的秘密那一定是很重要一些的营密。那为什么会发生在这个节骨眼发生这样的一些事情？但是任局，我刚刚讲，大家最担心的是什么？因为包括台积电的重要性不言可喻啦，半导体啦，所有这些，除了是护国神山以外，那证交所跟柜买调查，2024年上市柜公司直接或间接销售到美国的营收是7.7兆，占总营收的17.3%，对美销售比重比较大的前5大上市柜产业，电脑、
周边设备、半导体、其他电子零组件、通信网络业，对我们来讲的影响可想而知。当然，你也听到在野党一直讲说，刚才黄国昌讲，你就一直是机密，你为什么不让我们当你的后盾呢？我们就算不管怎么骂，你可以把我们的声音传出去，拿来当做谈判一个筹码。好，第一个，他一直讲说这些，他很担心接下来要面临的冲击，但是包括赖政府啦、卓内阁跟全台人说，这一切是机密，通通不能讲。朱立伦，那今天国民党是中常会，他觉得政府要提早沟通说明，不是让企业开盲盒，政府搞黑箱。那所有这些在过程当中，当然我们的驻欧盟代表就讲说，你们明显在不伦不类，在比一些黑箱或什么，但是不管怎么说，明天立法院要召开秘密会议，就是说，如果大家不能这样谈秘密会议，因为我们不管国防外交本来就有秘密会议这些，是用秘密会议的方式降低这样一些的疑虑也好，各方面。可是除了这个以外，既然是秘密会议，所以进去开会的人出来就负了很重要的一个，就是要守密咯，就变成这样。我觉得明天这个立法院要开的这个秘密会议哦，大概也不是如外界想象，就是说我把所有东西通通都摊给你看。因为最大的争议点是来自于保密协议到底有或没有。因为最大的争议点是来自于保密协议到底有或没有。那我所了解，应该明天的这个秘密会议应该是就是先确认有保密协议的这件事情。那保密协议上面不会写我们怎么谈判怎么样，就只是要确立赖总统，因为赖总统在记者会有讲说，因为我们有签保密协议，所以我没有办法在过程当中让你们大家知道这些。所以我们是等于是一个前提要件，大家开一个秘密会议来确定我们有没有跟人家签保密协议。这点很重要啊，因为蓝白一直认为说保密协议就是你的遮羞布嘛，你搞不好根本连保密协议都没有，你只是不想讲。所以才会有那个什么，徐小新说暂时性关税，你暂时性要讲的特别大声。黄国昌说啊，你这个也保密，那个也保密，又不是山也 BOT， 海也 BOT， 什么通通都这样子啊。所以我觉得明天第一个就是说先确认有没有保密协议的这件事情。那既然提出来，那我认为民进党在执政党大概会有一个这个协议出现了啊。那问题就回来啊，如果确认台美之间确实有一个保密协议，你接下来蓝白要去争取，就是说你在谈判过程当中，你要足够揭露多少的资讯，这件事情，我认为它就有第二步可以讨论的空间哦。我从头到尾论述都一样，我不赞成完完全全什么都不讲。你说都没有一点风透露出来吗？也不会啊。你看媒体也还是会有写嘛，就是说啊，你今天政府看来在第一阶段的时候是先把关税20%的部分先谈下来。那第二阶段看起来谈判策略是希望把20%跟232看能不能绑在一起，所以我都讲我们这个大家自己做新闻嘛，我们在谈新闻事件的时候不会从单一事件进来谈啊，一定把前后所发生过的几个新闻做一点整理嘛。郭志伟今天那个我摆明讲那叫装傻啦，如果台湾的经济部长搞一个什么都不知道的这个人，我觉得啦，民进党就直接叫他下台了啦。民进党是有很多人叫他下台，但他还撑在那个地方嘛。对不对？廷飞，民进党是有很多人叫他下台，对不对？有吗？对，只是到底为什么会是这个样子嘛？就是郭志伟今天讲的那个我不知道的这件事情，到底是他真不知，还是因为前一阵子为了一个4000亿的说法脱口说出来，然后搞到被一堆人骂，他现在干脆就装傻好了啊。那我其实知道，就是说，民进党虽然有很多人不满他，但也是有很多他的发言什么的，是有点超乎大家预期之外。但你要真的一个部长完全状况外到这种程度，还可以留到今天，那就是民进党的问题。我讲白一点嘛，就民进党有人希望他下台，这个也不是第一次嘛。但仁俊，你知道吗？我说为什么他的那个回答法，像外交系统的人，外交系统都有一个大原则，就是我能回答你的，我回答你。我不能回答你的，但是我不会说谎。对，你知道吗？是，就是一个经济部长这么重要一些事，你告诉我没有研究这个命题，不是，那是怎样？就像创价讲，所以那中华民国到底谁在研究这个命题啊？可以让我们知道一下吗？因为关税牵扯到第一个，传产300万人口，那你说半导体或者说有高科技产业，人口数没那么多，但产值多到爆，每一个环节都很重要。我知道，我刚刚就讲，我知道你有很多你不能讲的。
但是没有像这种1推256的说法了。我们前一阵子在谈论叫做救灾政治学啊。我觉得官方啊，这些尤其官员应该去上一下课，叫做回答政治学，哪一个被问到的时候就跟你讲说我不知道，这么早骂哀吗？是啊，你可以有很多种方式嘛，比如说因为这个涉及到两国之间的谈判，那很多东西我们在这个阶段不方便透露一些资讯，那我们还在努力当中，我都觉得我可以去当经济部长，好不好？对不起，我能力不足。对，好不好 ？OK。社会新鲜人谋职到了，谢谢各位的关爱啊！谢谢各位的先报名掉啊，不是啦。所以我刚才就讲嘛，就是回答是很重要的啊。但我刚刚讲就是说，所有的事情我其实都不会用单一事件来看啊，因为今天谈论郭智慧那个不知道，那大概如果真要认真谈论他，那不用讨论，直接骂他就对了。直接骂他就对了嘛。川普丢出一个说台积电要再投资3000亿，先回来看台积电的说法。台积电说没有，我就是1650嘛。如果今天台积电真的正式要做成投资决议的时候，他要不要发布重讯？这种东西要发布啊。我们这是今天的一个新闻嘛，对不对？好，我们再回来看哦。其实我刚刚提到说，难道真的一点资讯都没有吗？媒体有报道说，我们的这个策略哦，事实上有一些财经专家还称赞策略成功嘛。一开始20%先进来。然后呢，再来把232的这些东西，希望能够绑在一起。为什么？如果今天从20%要下降到15%，我们都用15%来算嘛，因为用日韩标准嘛，这中间要付出多少的社会成本，跟产业的成本，就回到郭智慧的身上。郭智慧被骂那个4000亿，大家 focus 4000这个数字嘛，我比较在乎后面那几句因为他那个4000亿后面有几句是说，那这些东西，这个4000亿的这个东西，到底是由政府这边来处理？还是由民间企业大家一起想办法。好，那就是代表2条路那就代表2条路。再一个新闻给大家，有没有一个新闻讲说赖政府试图找 AIT，然后希望 AIT 这边能够协助，结果 AIT 一句话打枪，很打脸。我记得媒体是这样下标的。然后府方后来有出来讲说没有这回事，博士，我不管府方，先丢一边啊。这个新闻有一个有趣的地方是。AIT 当时被报道说打脸的那一句话是什么？叫做如果民间要投资，民间找美国政府谈，直接谈就好了。那代表什么？不需要你台湾政府插手那篇报道大概是这样写嘛？你把跟郭智慧那个补在一起，再回来看今天的这个新闻。所以你的意思是说郭智慧可能真的不知道吗？因为美国直接跟台湾的民间，我的意思是，可能对于美国来讲，他要不要让你把这个希望降到再降5%的这个总金额，是由你台湾政府这边来处理，还是你要把所谓的半导体这一块全部拉进来？郭智慧的4000亿，如果把台积电的3000亿扣打算进来，我们算不算有利的谈判？如果今天这个的论述是成功的，如果他的逻辑是成功的，那代表我们的谈判策略是奏效的川普急着在这个时间点，连台积电都要否认。川普这时候丢，你再回来看 AIT 的那句话，我个人推断啦，美方是要脱钩啦。我没有要把你这个什么232这些，你不要跟我讲说你要全部绑在一起，半导体归半导体啦，对，要另外拉。川普直接讲了1650不算。所以我就讲，就是说这些新闻你现在从前后再拉进来，郭智慧为什么会去丢那个议题？4000我都不讲为什么后面会有那一个？说我要把它绑在一起，跟我们现在看到媒体之前的谈判策略是不是其实是一致的？只是他千不该万不该，拿了4000亿这个数字出来做例子。不是，各位大哥，现在大家都很有钱我们随便讨论一下，第一个是美元计价，第二个，川普讲的是3000亿，然后郭智慧脱口突然讲，他说他是假设，那叫4000亿，如果脱钩那叫7000亿，是。各位知道7000亿换算一下是21兆台币，21兆台币，我们一年的总预算大概3兆多吧，3兆多，是我们大概6年的总预算，不是？大家现在看钱都是这样吗？好，2位立委来，廷飞先请教一下，包括最近郭智慧的这些发言，4000公堂之上，假设一下又何妨？经济部长脱口的这个假设，刚才说的，如果真的脱钩，刚才那样讲法，7000亿台币，我们要降那5%，大家都知道，郭智慧自己都讲了，那我们要让什么？因为全世界都让，
我们让5%7000亿台币是这样吗？其实郭部长因为他来自业界，所以其实我们当时一直在提醒他说，当你在面对媒体的时候，你在很多的话语权要很小心，因为你讲了，你代表的是一个经济部，经济部是主掌整个经济产业发展，还有对外整个国际商业情势的一个变化，所以基本上你讲的每句话都很小心。但是因为他真的来自业界，业界其实说真的，他们当时候在经营的一个体系或是在讲话。我相信，如果当时候媒体问他的时候，如果他是业界，媒体问他这些都不是问题，会不会觉得哇非常大气？可是改变了，你现在是这个部会官员，记者问你，这就不一样的解读了哈。所以我觉得他在讲这个部分确实是有点过快。虽然他现在说他只是一个假设，可是这个假设对于一个部长是不能假设的。因为总统已经很清楚说了，这只是暂定的，还在谈，所以在还在谈当中，每一个部分都是必须做一个保密。如果这样的话，那我就请问一下，当在野党从朱立伦到黄国昌，一直不断的讲黑箱嘛，开盲盒嘛，然后像你刚刚讲说，不知道还有没有什么搞不好丧权辱国的东西，你也知道。他们的这种说法，某种程度一定会对不管是蓝营的选民，或对一些对经济有焦虑的选民会有影响，一定有影响。但是你们又要守住，譬如说谈判之间，我也不能全部都告诉你们。对，这两厢怎么样去权衡这些？因为你不可能让那个讯息一直发酵，会造成这些，那你们怎么办？所以其实这就是在目前，最尴尬，而且也最为难的地方。因为今天如果在国跟国之间的谈判，你没有守住这个防线的话，我告诉你，很多时候问题是变成是我们自搞的，他就会把责任推在我们身上。如果到时候面临更高的关税，或是面临没有办法我们去解决的问题，可能我们会丧失的比在目前这一段时间，会更加的惨重。所以。我们也知道，因为这样的对于大家对于民进党的这些支持有一些影响，我们也知道。可是你没守住这一块是不行的，所以我也觉得赖总统很为难呐，赖主席很为难呐，因为他必须面对说大家你到底能不能谈？你到底谈了什么东西？他也知道，我开跟大家讲，或大家安心，可能我可以把整个信心指数再拉回嘛。你到底谈了什么东西？他也知道，我开跟大家讲，或大家安心，可能我可以把整个信心指数再拉回嘛。可是问题是不行啊，在国跟国的谈判当中是有一点分际的，这是整个谈判的一个准则。所以我觉得现阶段，当然在野党好像就是拿到了子弹一样，然后就不断的拿到核弹我觉得核弹，对啊，就开始。可是。真的这样对于国家是好的吗？元之，你们是要老和草，然后管你利率多少，你们只要政治利益的吗？当然不是，我觉得陈亭妃委员刚好打脸了2013年的民进党因为那个时候民进党在那个服贸的时候，他们还有做一个什么答客问定掉了，然后题目叫做呢，他说政府说两岸签署协议事前必须机密，在未谈成前不能向国会报告透露内容，以免影响谈判结果。民进党说事实不是这样啊。事实谈判机密和黑箱作业是两回事。谈判机密不代表事前可以完全拒绝国会与产业参与。用谈判必须机密的说法来正当化黑箱作业的做法，充分证明主政者漠视民主程序以及对贸易谈判的无知。这是民进党2013年讲的所以陈亭妃委员刚就是你就打脸2013民进党啊。好，后面还有啦，在国会授权与监督部分，事实上许多先进民主国家进行类似之贸易谈判，都会将相关资讯清楚告知国会。后面还有，好，我就因为很长，我就不念哈。很明显的双标，就是很明显的双标。好，那之前两岸在谈的时候就说，哎呀，国会要参与啊，不能完全黑箱啊。
现在又说啊，你现在如果想要知道呢，你就是拖垮台湾。我真话都给民进党说就好，神也是民进党，鬼也是民进党啊。那我讲一下这个国外的例子。好，这一次，韩国在跟美国在谈判的时候，其实美国也希望韩国可以开放美牛。可是韩国怎么做呢？出示了一张美国国内非常反对美牛进口韩国的一张照片，在韩国国内的照片。美国看到之后发现，哇，原来你们国内反弹那么激烈哦，好吧，那这个我也不为难你啊。所以在美牛进到韩国的这件事情，他们就守住。这叫什么？不是，这边我帮你补充一下，不是这么简单。美牛上是政治问题，但是韩国的经贸部长，多厉害，他知道美国需要什么，他喊出在造船上，让南韩和美国一起伟大，所以一个好的经贸部长是拿出筹码的。有筹码，然后你要适时的拿出国内的压力，那个压力可能是来自于舆论，也有可能是来自于在野党的一些反对，当做是你对外谈判的筹码。所以适当的揭露，并不是在拖垮中央，而是在帮助谈判代表更高的底气。毕竟你最后谈到什么是全民一起承担，你在谈之前，你就要先思考国内的人民要什么，他的福祉在哪里，这个事情是非常重要的。那现在当然大家会担心嘛。民进党现在政府呢，因为他目前讲暂时性关税是20%，是他一直很强调暂时性，所以他最后他一定会想尽办法把它降到15%，甚至15%以下。为什么呢？不能输韩国啊，不能输日本啊，这个数字是很直观的嘛。如果最后我们真的维持20%，大家就觉得你谈得很烂。可是最后如果谈到15%以下，大家觉得还不错。但问题是，你现在20%降到15%，你到底是付出什么样的代价？比如说你到底是要投资美国多少？而且是用什么方式投资？用什么方式投资也不一样哦。像欧盟是说要投资6000亿美金嘛，但是欧盟是说他们的企业，他们会让企业去投资美国。台湾现在刚刚任俊哥也讲了啦，就是说美国现在不认为我们企业去投资是当作是我们投资的一部分。刚刚任俊哥也讲，那我们很可能会怎么样？按照赖总统520的说法，我们要成立主权基金啊。那主权基金去投资的话，请问主权基金的钱哪里来？以中东的国家，他们为什么很多主权基金？是因为他们有外汇嘛？他们出那个石油、天然气卖到国外去，那个直接赚的钱拿去做投资，投资的项目都是比较高风险、高报酬，它可以承担比较高的风险。台湾现在我们没有像他们一样有这种资源外汇啊，那所以我们怎么办？我们举债，我们举债弄一个主权基金，然后再用这个主权基金去投资美国，然后获利由美国人来赚。那台湾可以接受吗？像这些东西，你不是说你谈的最后叫国会来追认嘛？那另外就是我们市场要开放到什么程度？我刚刚讲，韩国他们是非常重视美牛。那现在今天早上卫福部长邱泰源呢，他被问到一个问题，他也不敢讲，就是说美国一直把就是我们现在有要求美莱猪要标示原产地嘛，美猪要标示原产地，还有就是要标示莱克多巴胺的剂量嘛。美国一直把这个视为是非关税贸易障碍。如果说政府说好了，那既然这样，我们就取消，以后就不要原产地了。那我们随便就就会吃到莱猪啊。那这个食安的问题啊，你这个会不会让？你会不会开放？所以现在的问题是说，你去谈，你是要付出什么代价？而这个代价最后是全民承担。那你现在先跟国会讲，或者是适当的揭露，实际上最后还是照顾到人民。来，金妹要先回应。我想刚刚元之提这个服贸协议不好意思这个学姐告诉你因为在这个服贸协议我们当时候都有审，那个元之没有在现场嘛，他可能就是只是从这个资料里面。我要说的，当时候我们提的那个部分，因为服贸协议当时候送到立法院来是一个空白授权，所以我们要求说，那你这个空白授权的部分，你到底要我们审什么？那你所说的，你给我们这个协议，就表示你就谈完了嘛？那你谈完的这个过程，是不是要跟我们知道？这不一样跟现在像我也认为说，在野党的监督没有问题，你也可以说，来，我们今天要为人民把关到哪一个程度？就是说我要食品安全，我要什么样的一个条件，你可以把它提出来，但是你不是一直说你要跟我讲你这么是给上去挖，这不一样的角度。他刚刚的意思还有一个说，如果把这些当作是一个筹码，就在野党的压力国内反弹多大，这点可行吗？没有，所以我觉得说，
今天他们一直说哦，你看嘛，以前服贸你这么样要求啊，我们这样要求啊，所以我们只是但是两个是不一样的。我讲的是两个不一样。那我们一直讲的说，在野党可以监督，你可以把我认为要怎么保护到我们台湾的权益，从经济面、产业面，然后去照顾，我们不能在这样的一个条件之下再退缩。他们可以这样提醒，可是他们并没有，他们只是说你要公开啊，你们拿什么去谈啊？那你们拿什么去？问题是在这样的一个氛围当中，你怎么把这些公开都在谈当中？所以当然我们认为说，今天在野党。你可以监督，可是你现在已经不是监督了，你只是让我们觉得说，啊，你就是叫建护工啊，规帮老好吵，雄厚老好吵一些这样，你们去赚取更多的政治利益。我们的立场是这样，但是我要强调的，服贸协议送到立法院来，是已经是要我们有协议的整个公文书要怎么去空白授予，里面没有任何只有几个条文所以我们才要求说，你要不要跟我们讲说，你当时候你这是违反的，你都没有资料，你怎么去？不是哦，我再念一段给你听哦。它里面还有一个以美国为例，在进行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谈判时，就完全对内公开谈判过程，国会可以获得谈判内容、进度与资料。美国国会参与贸易谈判的角色，从谈判前、谈判进行到协议签署，都有明确的规格，不是只在谈判完成后才进行内容审议。这个跟你讲的也没有什么关系，这是你们民进党写的啊，你们的主张啊，你们主张现在用在你们现在自己政府执政之后就不对啊。可是现在看起来，明凤，好，我先讲一个，观众朋友不要以为我刚刚讲说3000亿加4000亿是7000亿美金，那个不是定论的东西，是因为刚才任俊跟创夏觉得会不会老美会狠到，川普会不会狠到要把那个所谓的台积电3000亿，如果是川普口中讲的，台积电没有说，他是说就讲1650亿。如果照川普讲3000亿，如果要脱钩，经济部长又问说是不是要有4000亿，那加起来吓死人了，怎么可能会有那样的数字 ？OK， 我不是说它是7000亿，但敏凤，那大家都知道嘛，你如果要这样，势必要让一些，然后大家也知道韩国投资多少，日本要投资多少，马来西亚要投资多少，都是几千亿美金。然后还记得吗？日本说他的那个投资跟你们想象的投资不太一样，某种程度还有人说那像融资的概念，但所有这些到川普口中都不一样了。来，川普怎么说？川普拿着这个就直接喊：日本投资5500亿是美国的钱了，哈哈哈哈，我加的，好吧？他就像欧盟，你没有付就加税，他全世界都这样啊。谁如果不投资我就加，谁不投资我就加，就这样子啊。对吧？所以这个川普就东讲西讲，谁知道他讲什么？虽然我不是这个经济部长，不能说他造谣，但是他就喜欢。他今天一个唯一好消息是说，他可能不会选第3任了。好，他就松一口气了。你确定吗？他说没有，他具体讲范斯配那个国务卿是一个很好的搭配，应该是不会啊。他觉得是这个唯一的好消息。那我觉得就是说，你20%，我觉得现在应该要就是我今天问了一些高层，现在的所谓的20%是8月7号之前如果没有再谈，或是凌晨4点半没有再宣布新的，8月7号、8月8号这个就实施20%的。你知道时间还剩多少吗？对，就是实施我没有那么多时间呢。没有，对啊，就是实施20%的关税，然后就没有后面，还没有，就是没有后面那一段呐，没有后面那段4000、3000。就你要不然就20%，如果到时间没有就20%。我觉得那我们要不要付出其他的？这个结果并不差，因为你比起日韩15%，再加上5000多亿、3500多亿，我觉得20%并不差。但是在于就是说，这个东西其实已经告一个段落了，但是因为执政党是要拼15%，所以说呢，他就让这个东西好像是一个持续的动态一直在发展。那我们就说，是不是有个可能，我们就20%了，那我们台积电也不要再投了。那其实龚明鑫今天在这个，我觉得他今天有出来开记者会，他基本上有讲一些问题所在。他说他在整个谈判中比较困难的是蝴蝶兰。在
整个谈判中比较困难的是蝴蝶兰。蝴蝶兰因为荷兰只有15%，加拿大是30%。那我们如果是20%的话，就会输给荷兰，但是会赢过加拿大。那他还有说毛豆，还有什么类似的东西？我觉得像这种东西，如果你8月7号就要实施这个20%的东西的时候，你就可以讲清楚了啊，你就可以公开。就像日本的斥责亮正，今天还要去美国再去讲，然后他很明白跟大家讲说，他这一趟去也是要讲什么汽车关税，就是叫美国再降汽车关税，所以我觉得说，如果你这个后面那个，譬如说232或什么，那陆续谈，那是后续的事情嘛，那你今天如果20%是一个短暂的这个定点的话，你应该就20%这个过程里面的艰难，应该跟在野党也好，或是人民也好，沟通了。就像那个已经有一个定论的时候，日本也开始讲说，双方是卡在什么汽车关税，或是什么牛肉市场，或什么之类的，像韩国的牛肉市场这样。我觉得这样子有一个节奏性的在谈。你说20%以前谈过的东西，可以让大家知道。对你20%，你有节奏性的在跟这个所谓人民释出一些讯息的时候，我觉得大家才不会糊成一片。然后才不会有人就开始讲说，那如果说你还要再加这个5%，对啊，马来西亚从25再降到19，他又付了2400多亿啦。那我们就可以衡量，你政府可以公开这个讯息。如果我们这个20%的话，我们就不要附加任何东西，但是我们要补偿可能930亿，刚才有编过嘛，什么蝴蝶兰、毛豆、茶叶这些东西，然后工具机有什么东西，还是我们要继续谈，然后再投多少钱，然后降到15%，这个对策是可以拿出来给全民讨论跟衡量。然后第一个，你不会被骂说我们什么都不知道，然后那个业者有什么盲盒的这个恐惧感，所以我不晓得为什么政府一定要这样。然后我们还有一个很天才的经济部，明明就没有3000亿，也没有4000亿，然后就跑去中部那个都是这个精密仪器的。对啊。我告诉你，那整个产业加起来产值也没有4000亿美金，也没有4000亿。现在台湾整个唯一可以付出4000亿的，除了政府之外，就是台积电了。那整个产业加起来没有会超过4000亿。那你莫名其妙去跟他问说，那你们觉得呢？你要拿什么出来？你要让什么？对啊，那些产业都已经这20%快要不知道该怎么办了，还跟你讲说出钱所以那些人就是昏倒嘛，就昏倒啊。所以我觉得政府，我觉得说，如果你在努力谈到后面不用附加，谈到20%，我觉得你已经我觉得可以给你一点肯定了，可以交代了。那你是说我们继续还不要争取到15%，然后还要付出什么代价？我觉得到这个点上面，你可以像龚明鑫，或是像这个什么像那个日本那个斥责亮正一样，就是把过程稍微交代一下。那后面陆续我们要争取的232中间的部分，我们还要争取什么东西，或者什么。我觉得你这样子有节奏感，而且有这个所谓过程的细节性的一个说明的话，我觉得老百姓会比较清楚你们的辛苦到底在哪里。你刚才讲的那一段，其实某种程度国内现在有一点声音出来，是我们一定要降到那样吗？虽然有些产业会受很大的冲击，如果是4000亿美金，那为什么不干脆把那些钱想办法大家看？就像你刚刚说，本来就有要讨论要补贴什么。对。可是川普好又回到了川普，他会不会降？20不降是吧？没关系，我的产业性关税也就是半导体，我是下礼拜才公布。你20不降对不对？没关系，台积电是属于半导体嘛，它到底要多少，那也是我决定，大家就来吧。不是因为这个人你完全没办法，《纽约时报》讲的是他说他根本就是全球性的敲诈，窃钩者诛，窃国者侯，莫甚于此。他完全充分告诉你怎么办呢？对这个人，对，就我没有说后面一定就很乐观，我只是说前面谈到这样的话，好歹讲一下，先讲一下嘛。而且我觉得就是说，我们要那么弱势吗？台积电我们毕竟也是强的啦，而且我们已经答应投1650亿了，我觉得有必要这么弱吗？我们有必要？那你我们就不要卖嘛。镜头在那，你再讲一次。我们有必要这么弱吗？来，我们有必要这么弱吗？对不对？我就强势一点嘛。不是，我是觉得这样的，我们的事情要站在理上。就算我们最后真的谈就像那个
印度或是谁突然被调到瑞士31变39，一通电话39。对，但是其实我们态度并没有这么坏。我也不晓得瑞士那个总理到底讲了什么话，像川普一下就气到31变39。但是至少20%这个东西我们没有大肆宣扬，但是我们可以至少像日本这样，把这个已经过去的过程稍微交代一下，我觉得政府才不会才比较好交代，不会说被在野党一直讲黑箱或怎样。不过现在看起来的话，对台积电已经讲1650亿，1650亿，你这样算一算也是4兆多的台币，也是我们1年多的总预算呢。可是将军，看来川普好了，你说食髓知味也好，你用什么词都好，他也才不理你这些啊。他就全世界国家每个国家都是这个样子啊。瑞士对全世界也不知道那通电话到底讲了什么，30分钟，然后31变39，就是这样，你完全搞不定他。那我们难道民凤刚刚讲一句话，意思是说，难道我们真的就你欲取欲求吗？你说什么就是什么吗？我觉得最可怜的应该是川普的幕僚，一定超可怜的，人家说川普把台积电当成他的 ATM， 我们经济部最近9点多发新闻稿，11点多深夜，经济部也很辛苦，经济部也很辛苦。对，人家说川普把台积电当成他的私有的 ATM，不对，他是把全世界，川普是把全世界当成他的 ATM，所以你认为说只有台湾，只有我们的立法院在说要不要公开，其实全世界都在讲，去谈判跟川普谈判的人回来没有不被骂的，大家可以看欧盟，欧盟这个经济体当时为什么要推展欧元，就是希望它能够用欧元计价，能够跟美元有一较长短的机会。那当然没完美元强势，但是欧盟跟川普达成了协议，15%嘛。对不对？你知道欧盟被骂死了，被谁骂？被欧盟里面蛮强的一个国家叫德国，它在经济里面算是欧盟蛮强势的国家。他的财长说什么？让欧盟啊，身为欧洲人，要让欧洲强大起来，就是表示他对欧盟的谈判15%是极为的不满意。而且呢，欧盟要提出什么6000亿美元。然后呢，川普说，对啊，这6000亿美元不是什么提供，不是投资啊，就是我的钱。给我用，我要投资哪里做什么事那是我的事，这哪叫做投资啊？这根本就是提款嘛。所以欧盟被提款，欧盟不爽。那大家认为说，日本，我每次喜欢跟日韩比，你认为日本很爽吗？石破茂啊，他就直接讲说，日本承诺在能源啊、半导体啊、关键的矿业方面投资5500亿美元，一个日本就跟欧盟差不多嘞。那石破茂也是被骂臭头啊，说你这样子才换了15%的对等关税。那石破茂说，必要的话我会公布日美谈判的内容。你看石破茂也被逼表态啦，但没有办法。然后呢，我告诉大家，你认为川普真的这么厉害吗？哇，川普好厉害，讲什么算什么。俄乌战争，他不讲吗？他当选总统24小时。就停了，他现在当选总统应该快1年了吧？又停吗？然后现在说，我跟你讲没差，8月8号俄乌会停火，停什么火呢？空中停火，俄国对俄罗斯对乌克兰，乌克兰对俄罗斯，你们的飞弹啊，你们的无人机就不要再打了，那地面可以打，地面可以打，就是你地面打的你死我活没有关，空中停火，这样好吧？各位，川普他现在的做法就是，我第一任推这个对等关税为什么没有成功？因为我不够疯。这是川普自己跟他的幕僚说的哦。我第一届说为什么做不好？我也想搞对等关税，后来为什么这个敲锣打鼓、草草收兵，不够疯。所以这一次隔了4年让他再当总统，他彻底的疯起来。那你认为川普这样疯，美国的人民、美国的各政党真的买单吗？我说真的川普现在是一个美国要对干全世界，一个美国跟全世界对干，他不是只跟台湾收这个什么对等关税哦，日本也收，甚至我告诉你，韩国更惨，他对韩国不是收对等关税而已，还跟韩国讲说，你这个美中之间如果台海战争，你要不要选边站啊？他就逼迫李在明表态什么？就是你要跟日本讲出一样的话，就是台湾有事，韩国有事。可是李在明他不会说嘛。李在明曾经在一个访问，人家就问他说：“那个台湾如果有事，韩国怎么办？”你知道他怎么答吗？等到外星人打地球再说。我跟你讲，这不是乱讲的。为什么李在明要说外星人打地球？全世界想团结起来，
一定是外星人。对，外星人。大家看过 ID4 星际终结者吧？全球要放下种族，放下政治的立场，放下一切，齐心协力，为了求生存，只有外星人打来。全球要放下种族，放下政治的立场，放下一切，齐心协力，为了求生存，只有外星人打来。所以李在明不是乱讲的，他说你叫我表态啊，美中之间的战争那不是外星人打过来，没有要消灭地球嘛，等到地球要被毁灭的时候再叫我表态。所以我告诉大家，大家一直在想说川普怎么办，川普怎么办？我告诉你，你现在问川普自己，他可能都不知道该怎么办，因为他丢出去了嘛，然后他认为说，哎，日本搞定了。韩国搞定了，欧盟搞定了，我告诉你，好像都没搞定哦。日本这个15%的对等关税就是最终版吗？看来不是。欧洲最终版吗？看来也不是。韩国是最终版吗？看来也不是。所以我说，台湾在全世界所占的整体的分量，有没有欧盟重？差很多嘛。有没有日本重？差很多嘛。所以我说，不要急躁，被骂就被骂，谁叫你要执政？挨骂，忍辱负重。跟着大的经济体一起谈，因为台湾永远没有办法单独跟美国谈。即使我们有一个全球唯一的台积电，那你认为川普他能够被你台积电绑住吗？川普不是这样的人，所以我才讲，川普最后的底牌是什么？最后的底线是什么？我告诉你，即使你有本事打电话给川普，他也不知道，他也是且战且走。不过现在看起来，川普会不会变成那个外星人？因为感觉上他已经把全球全部都惹毛成这个样子。敏凤刚才突然冒了一句说，最好的消息就是他应该不会再选连任。创下，他真的不会吗？因为好，关税，他说美国民众很喜欢他的关税政策，他会不会挑战第3任？那他改口说他希望参选，为什么？他是很想选。他的民调历来最好的，美国民众超喜欢他的关税政策，那也喜欢美国和其他国家达成的贸易协议。只是因为美国宪法22号修正案规定，不管是谁当总统，担任总统职务不可以超过2次。修改宪法需要国会2院2/3多数4/3州的同意。这个根本不要想啊！如果是这样子，可是你怎么知道川普？因为很多川粉现在在劝进啊，一直让他选啊。那这个人到底会怎么干？他现在民调低了，要低到不行了基本上呢，他在 CNBC 的时候是先讲，也许不会，但是我希望参选，所以代表着他心里其实是很希望突破这个惯例的。然后这个惯例里面的22条是因为老罗斯福，所以后来杜鲁门的时候，1947年通过，然后通过是说同一个职位你不能再连一次。但是现在对川普来讲，他当然没有连了。他没有连任啊，他是重新回来啊，是啊，所以他可以去炒。可是根据那个精神，应该是对。可是他可以炒嘛，然后可以炒，他就维持这样一个状况。而且川普现在呢，要做的是，将来在美国华盛顿那边，除了林肯，还有那个他几头，他也要坐在那边，他有一个雕像啊。现在是川普，他现在其实就是在测试。然后测试的时候，然后他的一个玩法是什么？先前的时候，从那个所谓的解放日，这个关税，然后大家就想说你要搞得乱七八糟，你会不？但是最后他赢了，他赢的是说他其实在玩一件事情，但是全世界被他击中了，他玩的就是单边，他不跟你玩多边，所以你联合起来就可以对付他，但是你每个国家之间都有矛盾，所以他就跟你玩单边，那单边就把你全部吃死，那吃死之后呢，然后大而美。法律过之后，他现在开始，共和党还说也要普发现金呢，而且还比我们多$6000，比我们还要多，对不对？还要比我们多，对不对？还要普发现金，所以他其实就在测试民，他现在在拼的这件事情，其实美国人也不知道他想怎么样，因为他在拼的是明年是250周年，250周年如果拉高，他的一个让美国觉得真的美国再次过得很好啊，台湾的血。韩国的血、日本的血都去软了美国人的胃，他会怎么做？你不知道，这才是现在全世界最担心的。你说他民调低，他也承认说我现在民调最好，但这些都是他也跟郭智慧一样，那都是假讯息，对不对？你跟他相比啊，可是川普就是到底谁比较生气？你现在就碰到的就是这个状况，而且呢，
其实我知道有些国家很害怕，因为老罗斯福当年华盛顿杰佛逊就定下那个先例，美国本来是历史惯例，也不需要有宪法22条修正案，就是2年2任，但是因为战争，大国战争，所以老罗斯福做了4任。那现在大国战争在现在21世纪可能不是实体战啦，可能是经贸战啦，可能是科技战啦，在这个大国战争，所以他在那个访问里面也讲了，是习近平要见我。又不是我要见习近平，所以其实川普现在，你真的觉得他不连任？我觉得未必，但是他在创造一个到时候突破美国既有惯例的条件。如果能够做到，不要再鼓励他违宪了，他才不理我们呢。对，可是这几天发生的几则讯息，其中刚讲到，好了，我们的护国神山台积电或者半导体，所有这些，大家现在非常非常的在乎这些。那可是最近出来一个新闻，任俊是台积电有内鬼，然后媒体上的报道，而且你看那个整个查的那个过程，可以拍电影了吧？哦，不止拍电影，那可厉害了，连交货的地点都选在这个咖啡厅。对，不是我更正一下，竹科那些宅男哦，就是去那家星巴克，他们没地方去，所以不是刻意的。他可以到很多地方去。对啊，那些宅男不知道，我每次去也是跟我约在星巴克。可以用很多种方式嘛。但他用拍照的，所以看起来他想要设一些的断点。对，我先讲就是说，因为这整件事情其实大家有点尝试，因为看完这个新闻都会觉得，就是说你去公司里面，然后打开了一个机密档案，难道不会留下电池记录吗？所以说再回去抓的时候，就发现到说，他每一个档案打开之后只开3分钟，然后也不下载，干嘛？他就拿手机拼命拍，拼命拍，拼命拍。然后拍完了之后，约在刚刚创夏哥讲的，就是说，新竹工程师们我没他这种胆量，给人家说这是宅男这样。新竹工程师们最爱去的地方，然后干嘛？也不是把他拍的照片啪传给人家，也不是嘛。看起来在那边也让人家啪，大家都用拍的嘛。所以我就讲，就是说，一个工程师会不知道自己公司里面的这种机密，尤其特别是台积电。对于电池记录的这件事情，难道会有松散成这样？这是我第一个看到这个新闻匪夷所思了啊。第二个就是说，现在确实它呈现出来，就是说这个东京威力科创这个公司哦，这公司也蛮有趣的。它在台湾的这个竹科也有公司，而且它是台积电它的设备供应商，它还多次荣获台积电讲说优良厂商的这个抬头。它本身也不做半导体，它就是做机器的。好，这是今天的第一个新闻嘛？我都讲我今天要整理新闻嘛。其中有一个新闻，另外有一个新闻是这样哦，日本因为他们其实也一直希望做半导体啊，那所以呢，他们日本也组成了一个国家队。这个国家队呢有一个公司哦，今天大家有稍微写到，叫做 Rapidus 这个公司哦。这个公司在今年的7月18号的时候宣布。他们成功做出了2奈米，而且呢，他更大胆的说什么？你知道？他说我这个试作品做出来之后，我已经完成了运行，所以他宣告大家，2027年的时候，他要干嘛？进入量产。其实做半导体就这样，这个圈子谁能做什么，是不是大家都知道？所以那个时候他宣布说，他2027不是他试做出来，因为这整件事情最重要叫良率嘛。我能够做出1个2个，那是一件事情啊。我要能够大量生产，就这样。早年台湾在做那个 LED 面板的时候，为什么大尺寸的永远都很贵？因为良率不好嘛。后来发现良率提升了，所以你看台积电在所有的东西，不是你制造的这个，是你连流程全部都要申请专利，因为这个才是你能够确保良率嘛。好，那问题就来了，他7月份宣布他能做的时候，南韩也在做2奈米啊。南韩也在做2奈米，为什么这个公司它可以这样喊？好，那现在来了，这个国家队哦，就是这一个我刚刚讲这个 Rapidus 的这个公司哦，你去看它的股东，有一个股东就叫做东京威力科创董事长。所以今天一个做半导体机器的，他有投资了一家公司是在做半导体的。这个公司7月18号的时候宣布他们做出来了，你再回来看这一次抓的那个诚信工程师离职之后去了哪里？东京威力
科创。台积电这一次其实老实讲啊，它对外宣布就是说这个都不会受到影响啊，或者什么。我当然觉得就是说对台积电来讲，良率的这件事情它很有把握。但是是不是透过刚刚那个拍照说已经拍了上千张，有把相关的东西，你知道这一次的有起诉的，有不起诉的，有不起诉的是他泄露的资料其实不是那么的机密，所以有几个人其实在这一波里面并没有遭到这个司法后续的这个追诉，但它代表什么？它是一个结构性的，它是完整，大家其实在这里面都协助了这个动作。那东京威力科创，它透过说我是台积电的这个生产设备的制造商，它有机会去大量的接触了这一些，所以你看到今天有讲啊，是不是要提告？不是只提告那个东京威力科创啊，开始是觉得连那个日本国家队通通都要一起提告。所以对于台积电来讲，它现在掌握的一定是包含到说，你今天拍摄出去的东西有没有其实多方去流向。这个公司以前老实讲，你要进到2奈米之前，3奈米、4奈米、5奈米，这些东西对业界来讲，你觉得谁会不知道彼此的这个状态吗？那我们就回来看啦。你接下来2027年的这一块，对台积电来讲，我觉得他更在乎的是我相关制程里面所有那个流程的资料有没有流露出去。可能台积电他自己内部查过了，发现到说其实这一块可能不太影响，所以你看他今天整体的这个宣布的状态，他的回应态度比那个目前只有1650亿那个还要更强硬啊，因为那代表的是完全是商机的问题啊。如果今天台积电在这个地方没有底气的话，那可能对台积电来讲啊，别人如果到最后告诉你说我2奈米的东西可以抢着跟你台积电一样，而且我如果把价格再往下拉，那怎么办？所以我觉得它比较大的一个问题是，我刚刚提到那个公司，它是日本国家队。如果它是国家队的，国家队的概念是政府会全力扶植哦，而且给予非常多的产业资源，才能够让他想办法做到这一点的时候，那台日之间，过去讲台韩有竞争关系啊。那现在可能连台日之间这个关系的问题很大。当然你说这个案子到最后结果到底有罪无罪，到底有哪些人涉案或者什么的话，那司法在侦办，最后要拿包括地检署跟最后的法院判决为准。可是这件事情闻出的一些的味道，庄小，以台积电来讲，一定超重视资安所有这些吧，一定是这个样子吧？对，它的规模或状况大概会怎么样？基本上其实是这样子，因为那3个工程师是在宝山2奈米4座4厂的工厂，然后呢，能够接触到那些资讯，代表着在台积电里面的参与的还有位阶应该不差，然后再过来呢，背后的买家是谁？其实是台积电关切的，所以它有一点点动作做这么大，就好像以前对梁孟松或什么，那是一个警示作用，因为呢，坦白讲，现在第一个中国不容易，中国在艾斯摩尔那边挡下来之后，中国现在7奈米。已经很痛苦了，5奈米已经卡关了，所以这个2奈米，中国现在偷毫无意义。然后三星前一段时间就是连莫里斯都亲自出来告梁孟松，三星也被罚，所以三星应该在这个时候也不敢。那至于呢，刚刚讲的那个迅猛龙呢，是国家队没错，可是他长期是跟 IBM 合作，那 IBM 呢，整个制程系统架构跟台积电有一段落差。所以其实大家很好奇的是，背后买家是谁？那是不是还有其他的力量？因为那几个工程师拿到之后，那当然他们呢其实是刻意的，因为台积电的整个的这个做得很仔细，因为他们怕被偷嘛，从2003年就有，2018年也有，2022年我们还有国家安全法修过，12年以上，罚款上亿，都是专门针对台积电，因为台积电最核心的就是制程。而这个制程里面呢，他们也盯得很紧，所以要用老人手机啊，要怎么样的？然后这个接的是，他们是用公司配发的笔电才可以在家里工作。但是呢，他也知道公司配发笔电我不能截图，我截图动作搞不好就被监控了，所以他们才会用手机来拍，因为手机拍的时候就不会有截图。可是你看他们台积电的这个保密的那个措施，听说还是有美国退休的治安专家在协助他们的。然后有8800多样的一个条列出来的 SOP，所以其实盯得很紧。但是你3分钟稳定的反常的进来，就启动警讯。
但是你3分钟稳定的反常的进来，就启动警讯。那对台积电来讲，其实魏哲家上次也讲过，说其实他们的技术你偷了没有用，因为那是成千上百人累积起来 know how。但是这个东西，我是觉得对台积电真的影响不大。但是台积电其实也在这个时候是告诉你，我绝对不容许任何人敲山震虎。但是另外一个也可能是暗示一个作用。就算你真的要逼我去当 Intel 的代理孕母，坦白讲，代理孕母不见得保证一定可以生出健康宝宝。好，那在国内呢，这2天呢有一则讯息也引起大家的关注。来，田飞委员，请问一下，比亚迪这件事情，那为什么比亚迪这件事情，包括大家要查，甚或媒体上到了今天再进一步讲说要查那个在夜宴当中有没有所谓的中方人士这些，那为什么这件事为什么这么严重？因为这个部分其实会在于说，它会有一个衍生性的一个问题。那其实这个衍生性，我觉得我们如果没有把它看得很清楚的话，真的就是会被误导。可是误导之后，对我们整个体制当中其实会有影响。所以我觉得还是要讲清楚吧。你没有讲清楚的话，就会被误解。会需要谁？包括我看民进党有委员直接点名说要韩院长，要什么张副院长这些，那他们要出来说明的是大概是？我觉得就是说，他们要这样讲，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宴请？这很重要啊。好，你这个动作，我们先不估说它的背后是什么。好，我觉得，可是现在事情发生了，那你要不要说清楚？好，你不要说我们每次都把它政治化，但是起码现在发生在韩院长的身上。好，就他的幕僚去参加，对，你觉得他就要出来？当然了，你的幕僚要参加，因为你是院长。你组长很多在我们相关的一些法案，一些谈判，好，那你要不要说清楚？好，如果你认为你也可以出来讲嘛，说外部聊跟我没关系，你也可以，但你可以这么说嘛。对，我觉得这一件事情你还是要讲清楚。你们最担心的是，如果要是比亚迪，这个宴会它会产生的后续，因为有人讲说是不是比亚迪希望能够进台湾，然后也有人讲说，因为电动车嘛，你知道电动车会不会有一些，大家一直都担心电动车，包括那个有没有远端遥控，或是远端能够有一些里面的一些资料的取得，类似这些，所以你们最担心的是后续有哪一些问题吗？就是像武哥所说的。今天除了它会冲击到我们的市场以外，第二个就是它的远端监控。OK， 好，因为这个所谓电动车这个部分，其实有很多这些高科技的部分，这些高科技的部分，它要在里面装设什么样的一个所谓的这个软体，或是有什么样的一个记忆体，我们都不知道。好，所以它是不是会变成是监控的一个角色？我觉得现在的科技是无远弗届，我们不能等闲视之。而且我必须说的，今天参加的是韩院长的幕僚。好，你的幕僚所扮演的角色是什么？你要不要讲清楚？如果你认为没有，这跟我都没关系。可真的这么简单吗？林飞，来，今天有一则报道，《自由时报》讲说，立法院倾向认定这个夜宴是属于私人参叙，所以。因为私人参叙，所以没有依照游说法啦。你说要登记啦，要所有这些，所以可能也就没有这么复杂、这么严重，大概就是这样。如果说真的，我觉得今天不是立院来说我倾向怎么样，是你韩院长，你今天是因为我们游说的部分，其实我们都要求所有的立委应该要秉持这样的一个角色。我们的游说法通过之后就是要这样子嘛，我们来管控所有的立法委员，因为我是立法者。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你又是立法院的龙头，那你可以出来定调，你定调我这个属灵呢，这波关黑可以，可是不是从立院。如果这样子的话，发生事情由立院来公共，可是我要再次强调，今天。他是有韩院长你的幕僚，如果是这样子的话，你就直接说这些幕僚所代表的角色是什么？如果是私人宴会，好，那私人宴会所造成的，真的这个幕僚都不会对你有影响吗？那以后是不是幕僚都可以参加这些？这个会有影响到我们台湾产业的，或是有影响到我们台湾在整个所谓后面。远端的监控等等，大家疑虑的问题，这些都无关。我觉得
大家要了解的是这件事。原之，所以要有韩院长要出来讲清楚。甚或刚才廷飞讲的字里行间，似乎连国安大概都在这个里头了，因为包括远端的一些监控啊什么，所以最担心的这些。所以为什么媒体上有人报道说还要调查有没有中方人士参与其中啦，这些类似这样的情形？如果立法院说是一个私人要，因为那个所谓的什么廷飞委员讲的韩院长的幕僚，他其实是总务处处长，他不是大家想一个是总务处处长，另外一个是他的办公室幕僚。对，但是这个东西要，他已经他们私底下也可以，私底下也可以有一些私人的参叙嘛。如果没有牵涉到什么政策的话，我觉得。本来大家就下班时间就是可以有一些正常交友啊，但这因为我没有参加，所以我不晓得，也不需要一开始就无限上纲了。如果要无限上纲的话，那民进党去参加那个八炯办的那个纳税活动啊，要不然说明一下，你们是不是知道八炯要办纳税？你们要不要也出来说明一下？这个都不用无限上纲，都是先用影射跟指控。那当然，我觉得那个。如果立法院认为说要出来解释也是可以解释，但他现在已经讲说是私人的聚会了嘛，就已经这样子讲了，那不然还要怎么样？所以我刚刚有说我们不预设立场，但是因为韩院长他就是龙头，那今天你说的一个总务处长，还有一个他的幕僚，这个部分到底他们扮演什么角色？如果像元智所说，还都一够脸呢，你也可以讲清楚，最主要够脸呢。那问题是好，那就查说，那你幕僚跟这当中的关系，因为他是院长，再次强调他是院长。OK， 但将军，这件事情跟国安的会有什么样一些影响吗？有没有中方人士参加影响性？因为是比亚迪，那比亚迪当然有很多我们国内，包括你说像有一些立委啦，或是像一些很高层的政治人物到中国大陆去的时候，连马英九对。都去参访过嘛？马英九不是讲很感动嘛？什么这些，对，像这些就是因为这个样吗？然后所以这一次所谓的这个夜宴会这么样的受关注吗？比亚迪当然是中国政府要推的主要的这个所谓的全球布局的战略项目。为什么？从马英九到馆长都去看过，所以我觉得，所以说他不分族群，不分任何样的人。只要你想来帮我推广了，我都来推广。所以馆长在也讲说，下一站要去比亚迪看汽车，看看人家怎么做到世界数一数二的。对，比亚迪啊。那我讲，如果今天是一个很棒的商品，这个车子又安全，然后呢，它可以用很廉价买到等级很高的配备，然后本身呢又没有泄密之余，那反正一切都是最棒的。那我告诉大家，任何的政府想挡都挡不住。东西太好了嘛。一台特斯拉可能要这个30万人民币，它只卖15万，这一定有竞争力嘛。那但是比亚迪真的有这么好吗？那我觉得这个我们先不评论，也许真的很好。那些在海外什么在四川机场绕圈圈绕了100多圈，然后刹不住的，那到底是不是真的嘛？如果是真的，那我们把这样的车子引进，得到了好的价钱，得到了好的配备，那如果安全有问题呢？如果保密有问题呢？因为就有澳洲的使用者就讲说，我在里面跟我太太讲的话，怎么别人都知道？怎么都传出去？那如果这样的车子真的如期的透过泰国，然后进口到台湾，整车进口，那如果它真的有所谓的通讯网络的后门呢？你认为国军会不会买？我们这么多志愿役的军士官、士官兵，他会不会买？因为便宜。我当过兵，我很清楚，阿兵哥选车子绝对第一个要够趴。对不对？这要很流线，然后开进去很炫。第二个要很便宜。那现在如果比亚迪到泰国，这叫腾势，这个腾势汽车进来，它这个叫做什么 Plus， 那个看起来就是超炫的。我一看就是我以前带的阿兵哥一定超喜欢。又便宜，这么便宜，别人可能这样的配备要150万、200万，他80万就买到，一定都买。那个到了我们军中的停车场，那一排可能都比亚迪，都比亚迪。那如果按照澳洲的使用者所讲的，他可以把很多你里面谈话的，甚至他前面的这个所谓镜头看到的东西全部传回去，那根本以后街头看不到，中国网红没饭吃了。现在中国不是说传说有一些网红到街头上拍小孩子啊，拍街道拍什么，以后不用了。OK， 我只要卖个50辆进入台湾，大街小巷那个地图就出来了，营区里面的地形图就出来了，所有机密空间的资料全部出来了。在车上不可能长官不讲话嘛，不可能阿兵哥不讲话，讲一讲机密就泄露了。
所以我说这一些都是在你认为说哇，商品好棒好强啊，中国好厉害。除此之外，你也有很多地方要把关，商品的安全，你不能买回来会烧火。商品的实用性，不要能够开了停不了，绕100多圈才停住，也不能够有保密泄密的这些漏洞。所以这些事情，除了经济层面，除了垄断层面，还有一个心理层面。为什么今天从马英九到馆长都要去？他要给台湾的朋友们造成一个现象，就是中国好强，中国好棒，中国的比亚迪可以把美国的特斯拉打趴了。从哪里看？从台湾看起。如果有这样的想法跟现象，就会被中国直接拉过去。你开我的车，用我的车，然后呢，你就要听我的话，否则你就买不到这么便宜的车。所以我觉得这么多方面考量之下，我觉得所有的单位、国安单位、交通部、经济部审慎评估。任居，对，元之刚才在讲比亚迪的时候，你的表情让我觉得你不以为然，为什么？不是啦，他现在为什么讲说这个私人妖艳？因为有趣的人都说是私人妖艳嘛。那谁不说是私人妖艳？有趣的人口径都一致嘛。我都是去了之后才知道现场有谁嘛。然后再来也都是口径一致嘛，就是纯吃饭，交朋友，完全没提商业嘛。那我就讲这3件事情，大家觉得合理性有多少？但因为大家都不承认嘛，大家的说法都一致嘛。所以你说要不要去找有没有中方的人士？其实老实讲啊，你去问周刊就知道了嘛。周刊在参叙的那一天之前就已经知道有这场参叙了。他不是临时说偷偷拍到，临时拍到，其实不是嘛。你说太古在台湾代理的东西只有比亚迪吗？没有，很多。所以你要去查中方，我可以讲应该查不到任何什么中方人士在啊。但我回来讲，就是说比亚迪的这件事情，你知道台湾今年1到6月份新车卖多少辆吗？19万辆多，听起来数字很大，跟2年前相比的话，它衰退了14%左右。所以台湾的市场，你说比亚迪透过想要进来台湾市场，然后赚大钱，他自己本身的财务结构就有问题，他现在大概亏500亿左右，你能够在台湾占多少的市场？所以真正的问题其实不是在他来卖车啦。而是大家刚刚谈论到了非常多的东西，中资的车子能不能进来台湾？不是完全不能以现阶段的规定啊，经济部去年8月的时候重新修正了一个新的办法嘛，它就是你第1年进来的时候，你的国产自制率就是你的零组件要15%，第2年25%，第3年35%嘛。比亚迪现在这个做法是我想要避开这一段，我要整车全部进来，如果比亚迪的这个策略是成功的，其他也可以这样做。第二个，刚刚提到游说法，这整件事情很特别的一个地方是，在场任何一个人没有符合游说法。所以真正的问题其实不是在他来卖车啦。而是大家刚刚谈论到了非常多的东西，中资的车子能不能进来台湾？不是完全不能以现阶段的规定啊，经济部去年8月的时候重新修正了一个新的办法嘛，它就是你第1年进来的时候，你的国产自制率就是你的零组件要15%，第2年25%，第3年35%嘛。比亚迪现在这个做法是我想要避开这一段，我要整车全部进来，如果比亚迪的这个策略是成功的，其他也可以这样做。第二个，刚刚提到游说法，这整件事情很特别的一个地方是，在场任何一个人没有符合游说法。总务处长又怎么样？他很大，但是他没有业务跟这个有关啊，所以他就会讲嘛，廖炯智他会讲嘛，我就是去参叙嘛，我又下班时间嘛。你说助理符不符合游说法的规范？也不符合，但我们讲另外一件事情，许志杰他为什么跳出来？他交通委员会嘛，他说他也有被游说过嘛，有人找过他了，当然没有游说这2个字啦，有人找他，因为游说要登记嘛，我们就设想一件事情，其实我们游说法问题很大啦，我今天找助理比如说我今天找这个北辰兄是他的助理，我今天只要找助理来，我先跟他沟通，
助理回去跟老板讲，其实业界也有这种声音啊，觉得可以开放、啊。OK， 然后只要老板说 OK 啊，那你看有没有专业人士找他来聊聊，换他找我。我跟你讲，这件事情游说就不成立。但我充分达到我的目的。太古不是第一次找人家吃饭啊。也不是第一次谈说是不是可以不要由经济部的这个方向，因为经济部这一块看起来铁板一块嘛，经济部不会动嘛。他们为什么要找立法院？现在看起来是不是有希望从其他的管道直接避掉？所以他们举了几个，有举了一个汽车厂牌的说，他那个车子也是在别的国家制造的，但他可以进来台湾卖，他避掉了经济部。那我就讲嘛。今天大家比较好奇的，其实是因为它的资料库的，比如说它的后端的行控中心，它的总部的资料会到什么地方去？我觉得它比较大的疑虑反而是这一块，跟它进来台湾市场说我要来这边卖车赚大钱或什么的，我认为反而相关的地方比较小。OK， 所以我刚刚会强调一点，就是说像仁俊哥所说的。因为我们游说法确实有很多这个完全无法去兜在一起的部分哦，可是因为他是韩院长，就是说依照我们现在经济部，他是不可能整车从中国进来，他有可能是西产地进来，泰国嘛，对，西产地进来，可是西产地进来，我们抓不抓得到？是抓得到，可是要不要抓？那你今天因为立法院院长，你负责到修法的一个位阶，如果说今天我们没有任何做一个弹性的处理，铁板一块不可能。可是怎么可能铁板一块他还愿意做这样？一定他已经有一些想法。所以我们才会说这个就是一个非常危险，因为你是韩国瑜院长，而且你担任的，而且不是只有韩国瑜院长的幕僚，还有江启臣的幕僚。所以这才是最可怕的，说龙头正副龙头都已经幕僚都被你请去了，你说这是私人？那我们不会担心吗？OK， 元之你还是不担心哦？我觉得有证据就去办嘛，对啊，但是不用一直用影射的，因为我刚看到所谓的这个韩院长的幕僚所谓的幕僚啦，其实那个应该我也认识了，他在韩院长办公室应该不是非常大家想象的那种很重要，最是主任级的幕僚啦。今天如果说比亚迪是要游说什么东西，应该是要找韩院长的主任啊。对不对？然后怎么会去约那个？然后而且廖炯智他是总务处长啊，你今天如果说真的要做什么，要韩院长来主导去开放这个车子的进口，也不会找总务处长啊。所以我真的是比较倾向觉得他是一个私人妖艳啊，因为坦白说那个妖的人，我相信在场应该很多人也都认识。对，那他们是不是朋友的关系？所以没有必要在还没有那种什么证据的情况之下，直接讲说他就是来游说的，而且他就是要找韩院长。这个我觉得太无限上纲。OK， 其实国内除了你看到，在726有一个大罢免以外，823，然后接下来是那70以外，因为这段期间里面，南部地区，然后的包括从当初的风灾一直到最近的大雨，然后一直呢，当然造成非常大的一些的影响。大家的重点也摆在说，那到底要救灾啦，或所有这些的过程。可是除了这个以外，明凤可不可以问一下，长期以来大家有一个想法，对国内的政坛。有一个形容词叫蓝天绿地，就是台湾大概北部浊水溪以北，然后对于蓝营来讲比较有利，然后浊水溪以南基本上对绿营比较有利。但是这次726完823还有一次罢免，可是除了这个以外，因为这次风灾啦，所有这些相关的一些的影响，当然因为以中南部地区，尤其像可能嘉义、台南啦、高雄，尤其台南，可能这次受创也非常严重。有人讲说，在这一次某种程度会不会让整个政治版图会有一点点的影响？会因为这次包括风灾、雨势、圣祸来讲，因为救灾的那些过程，会影响到，因为有人说国民党把战线拉到南部去或什么，这些会有任何一些影响吗？当然有影响啊，否则为什么？因为你做出来的民调，南部地区云嘉南，云嘉南跟高屏，在总统的信任度上面，信任度还是高于不信任度，这是 OK 的，表示你总统的基本还在。但是你的满意度上面，你的满意度已经低于不满意度了，表示说大家对于你在救灾或是这个相关的类似事情上面是不满意的。那最低的地方当然是台中啦，好，那台中那就另当别论。那如果你谈这个整个
民进党的本命区高屏跟云嘉南的地区的时候，你显然对总统的满意度也是很不满的，因为不满已经都快逼近50%嘛。对，那所以说这当然是一个很重要的危机嘛。所以为什么何伯文要下去挖土？我觉得这个挖土不挖土的东西，有人他就被讥笑说你作秀啊，怎么样。然后呢，然后民进党就会说啊，那你总比你在台北喷口水好，或者怎样。我坦白讲啦，不管何伯文这件事情有没有作秀或怎么样，但是你实际上去挖那个东西照片出来的时候，绝对是有救的啦。你多做就看大家还是看到你有具体的行动嘛。那加上前2次，不管是这个经济部长去或院长去或是总统去，都有一点出包嘛。那可是问题是，这个何伯文去之后，这个包括有看到什么立委啊，譬如说廷飞也很努力在救灾，然后立委什么涉水去做这个东西，去送便当，然后黄伟哲披着雨衣到处走来走去，总算是动起来了。大家有看到你们在救灾嘛？那我觉得这个东西就说还好，是因为距离选举还有1年多的时间，你们还有时间去弥补这些事情，否则就很难讲了。那如果这次关税影响的南部地区的农业什么东西也很多，那如果你们也补不够的时候，这个东西也不是说基本盘说这个是铁的就是铁的，因为大家都讲韩国的事情，高雄也丢过一次啦，所以说大家就讲说你们这一次，那只是说我觉得国民党啊。国民党，如果你也去挖，或是你也去有一些救灾的行动，我觉得你真的可能盘会挖过来。可是你不是啊，你只是在台北喷口水啊，然后骂人啊，然后笑人而已啊。那你否则你也去装嘛。但我觉得政治上面这种救灾政治学就是了不起，讲白了就是表演嘛，对不对？那他敢涉水下去，那你敢不敢呢？你如果觉得他是在作秀，那你某人要选高雄的，要选台南的，那你也下去救啊！我们也看到什么志工大队或是修屋顶的，你们也可以弄一些东西来看。所以我觉得就是说，当然这样出现一个危机，民进党出现也是危机啦。但是不是国民党的转机？那你就要看你国民党有没有把握好啊。如果没有把握好的话，他未来还是会有可能去救回来嘛。因为南部地区这个说实在的，就像我们在预估台北这次的罢免，哇，签得如火如荼的，但是问题是基本盘还是出来护了台北嘛，所以说所谓的基本盘还是有一定的意义，除非你做到天怒人怨，或者是你很倒霉，它的灾害就发生在投票的前1个月，好，那你就没救了。所以说我觉得就当然你也不能大意啊，否则这是这样子的不满，对于总统南部的，尤其是台南云嘉南地区是你的本命区，本命区现在可以讲了，那前阵子不能讲。你说投票前10天吗？对，请问一下，前10天本命区这3个字为什么不能讲？我也不知道，到现在有没有解释给我们听啊？不知道。对啊，本命区到底跟那个什么民调跟什么东西到底有什么关系？对啊，所以不知道啊，所以这现在可以去问一下，现在叶元之讲什么都对。对啊，就是你总统的本命区，如果你丢的话，那就很难看啊。但廷飞这一次好了，尤其我们讲说云嘉南，尤其台南这个地区，当然因为何伯文下去，因为他现在是代理秘书长，他的那些举动，然后包括蓝营，你也看到蓝营有很多不管考 C 的或什么这些，可是平心而论，云嘉南尤其台南。灾情确实是严重，非常严重。然后其实我们从丹纳斯台风第1天其实我们就在地方，其实我们看到2000多支的电杆全部倒的时候，然后停水停电，甚至电讯都没了。所以其实当时我们都到第一线，然后灾民，然后里长需要什么我们就给什么。其实我们就是真的就是深入到地方，而且那种讯号完全不同，所以你都没有办法去跟你说哦，我现在在哪怎么样。我们就凭当时候我们自己的感觉说啊，我们知道那边是海线，那边一定是会有问题，然后我们就直接到地方。这个第一线，然后给他们资源。那这一段时间，其实我们一直讲说，真的感谢很多的好朋友，真的是我们台湾人真是爱心大爆发，就是说，给我们很多的资源，就是说，我们到前线要什么，只要一通电话，或是在我们的脸书 po 出来，我们就赶快出来，到有讯号的地方，然后赶快 po 一 po，他们就给我们资源哦。但我必须说的，其实我一直都强调你如果没有进到第一线。你真的就不要喷口水，因为你看到那些屋顶
都没了。然后你知道，真的是阿嬷在现场，然后我们就跟他讲说，阿嬷，你的厝顶拢老户，啊，无咱是不是来倒位先大者？讲买啦，迄连棉花买啦，迄若有风小可抓雨伞压起就好啊。你知道，那是一个情感。那是跟土地连接的情感。对，一个土地连接的情感。所以我们都觉得说，不是说今天大家都会讲说啊，你哪卖去组合屋啦，啊卖去安诺。问题是，我们包括香客大楼，我都有借了我们的那个圣母庙天后宫的香客大楼，我们也提供给里长说，如果需要我们都可以，而且他们都愿意来协助这样的一个所谓住啦吃啦。可是阿嬷还是期待说，啦，灯亮咪来啊，水亮咪来啊，不要紧。所以我认为说，现在其实我们要做的是，我们要怎么赶快帮他复健，不要再喷口水了。当你没有到第一线，你没有办法感受到，当我们海线，而且当时还有你看，我还出溜龙爬，好像怎么会这样？你不要忘了，我们海线这里其实这些三合院都是六七十年，它都被风化掉，刚好这一次的风灾直击，所以你不了解地方的状况，所以大家现在都很会讲，可是我想。政治人物真的在这个时候，请你来到我们的地方，实质来关心我们，来帮助我们。我想这样子会更有效果。否则，我们也知道民众有很多的期待。我们现在能够做的就是赶快帮扶。那目前我们所有的各部会都已经媒合了。你没有办法感受到，当我们海线，而且当时还有你看，我还出溜龙爬，好像怎么会这样？你不要忘了，我们海线这里其实这些三合院都是六七十年，它都被风化掉，刚好这一次的风灾直击，所以你不了解地方的状况，所以大家现在都很会讲，可是我想政治人物真的在这个时候。请你来到我们的地方，实质来关心我们，来帮助我们。我想这样子会更有效果。否则，我们也知道民众有很多的期待。我们现在能够做的就是赶快帮扶。那目前我们所有的各部会都已经媒合了，就是每一区有一个部会，因为部会其实我们今嘛。修处定的是没工嘛，所以当时我们跟院长所说的说，今嘛都没工，可是谁有功？都是咱各部会有很多的营造厂，然后因为你有这一挂咱的公共工程，还是一挂开口契约紧急抢修的，你有很多营造厂，拜托先请他们来做认养，这对你来讲是最简单的工作，修处定比公共工程都差天甲地，很简单，所以你只要1个月请他们来帮忙。很快1、2个月，每个人认养1区，很快就可以处理。如果这个部分让1、2个月把这样的屋顶赶快把它处理好，我相信人民的信心就很快速。甚至大家最担心的就是这个废弃物的问题。大家都讲过啊，我今嘛用的外界废弃物。现在政府也全部帮你处理 ，OK， 就是你还的建户都帮你处理，所以我觉得现在已经接轨上来了，就是最快的速度把它完成。那我们这一次的灾害的补助其实也都最快，我们现在专案非常多，只要一发现有什么问题，专案就出专案就，我们现在也要用特别条例，用特别预算 ，OK， 所以我认为说我们现在不要口水，就是怎么帮我们的民众。赶快复原，然后让他们感受到政府跟他们是站在一起。我觉得这个部分比什么还重要。元之，那蓝英在讲到何伯文那些是喷口水吗？我觉得不是啊。我当然，我觉得陈清辉委员绝对是他是非常专心，从一开始7月5号、7月6号，他就是非常关注救灾这件事情。但不代表民进党其他人是啊。黄伟哲是市长吧，对不对？他台南灾情非常严重。我现在在那个网络上看到黄伟哲最红的影片是什么，你知道吗？来，怎样？他还有心思去搞罢免啊！黄伟哲还有心思搞罢免的。然后前2天
卓荣泰院长他去也是应该是去一个灾区嘛，一个灾民跟他说，哎，你们来啊，如果帮忙我们都很感谢了哈，但是呢，来喷口水不用了啊。他看到上次有人讲说要他自己爬到屋顶，他很心痛。其实本来你说民进党政府一开始有没有把心思放在这上面嘛？那何伯文他愿意去挖水沟，当然支持，毕竟他也有体力，要出力去哈。他这个馆长的说法，这个叫做手工治水，因为你出这种小山猫的话，可能更快，但是他愿意手工治水也不错，至少有做这个事，但也不用把它洗得跟大善人一样，好像哇，真的是爱民如子啊，然后看到水沟不通啊，赶快去挖。为什么？因为7月5号、6号，谁洗的是网络民进党啊，不是都说他多棒多棒？你把网络东西讲成民进党没有啦，民进党就一直说何伯好棒啊，他还跑去挖水沟，好棒啊，怎样。但他7月5号、7月6号灾情发生的时候，何伯文在干嘛？罢免叶元之啊，他每天都在板桥啊，组织一堆团体罢免我啊，所以他们不是，他们现在都是，我觉得都是在洗啦。因为之前民进党为什么726大罢免会失利，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南部灾情这么严重，结果你们民进党都在搞罢免嘛，何伯文都在搞罢免嘛，黄伟哲在怎样，然后我昨天质询那个灾防办主任，我问他说：“那南部那么严重，你们第一时间有没有掌握灾情？你有没有成立前进指挥所？”他说没有啊，他们是7月30号才成立复原指挥所啊。前进指挥所说怎么没成立？他说因为范围太大，所以没办法成立。是这样的吗？你中央可以派一个人到台南去啊，调度所有资源啊，立刻掌握灾情啊，需要怎么赶快协助啊。他说因为范围太大，所以无法成立。那你7月30号才成立复原指挥所，那前面干嘛去的？然后卓荣泰现在讲说，他复原指挥所要成立这个加速指挥所，很棒啊！没河了、没屋顶的灾民跟营造商终于完成了第一个屋顶，那前面你干什么去的？我觉得这个不是喷口水。我请问一下，那个敏凤刚刚讲说，如果国民党在这段期间也下去，包括去救灾，也有画面出来。当然，不管怎么讲，救灾某种程度当然有政治学在里头。他说，那对于包括人民的支持度啦，或是整个版图会不会改变，也许发酵起来都会有这样一些的影响。你觉得？我觉得大家就是该做什么就做什么，像我们南部的委员也都有在按照他的那个职责所在去处理嘛。不是说像何伯文一样，之前都在搞罢免，然后现在跑去挖水沟，就变成好像他很重视救灾。我觉得大家看的是说政府有权力的政府。上至总统，下至台南市长，或者是有权力的这些人力，对于这个救灾，你之前有没有很重视？国民党忘了一件事情，上一次韩自由崛起，823水灾，谁卷着裤管，葬在水区里面，他从此成了你们现在的救星，所以其实米凤讲的是对，韩国瑜就是知道要做这件事。人民的支持度啦，或是整个版图会不会改变，也许发酵起来都会有这样一些的影响。你觉得？我觉得大家就是该做什么就做什么，像我们南部的委员也都有在按照他的那个职责所在去处理嘛。不是说像何伯文一样，之前都在搞罢免，然后现在跑去挖水沟，就变成好像他很重视救灾。我觉得大家看的是说政府有权力的政府。上至总统，下至台南市长，或者是有权力的这些人力，对于这个救灾，你之前有没有很重视？国民党忘了一件事情，上一次韩自由崛起，823水灾，谁卷着裤管，葬在水区里面，他从此成了你们现在的救星。所以其实米凤讲的是对，韩国瑜就是知道要做这件事。所以谢龙介、柯志恩。看起来跟韩国瑜是差一截。来，敏凤，我不敢随便插原子的话，现在说一排在骂我，什么不尊敬委员什么之类的。不会啦，原子不会计较这个啦。我计较啊。来，那你现在让你讲来。不是啊，我是说，你就说说实话，你就害怕，你不要让他笑，他一直在笑，我就很好奇。不是啊，就是讲到说人家都在搞罢免，是啊，那段时间国民党也在搞罢免呐，也没有去救灾嘛。那好啊，人家罢免完之后，有权利该救灾的人要去救灾啊。人家去救灾了，然后你们现在也没有在救灾啊。那你们什么资格讲别人？谢龙介啊、柯志恩啊，他们都有啊，你不是说没有啊？
那而且现在台南也是。他们做什么？有啊，我们都看不到做什么。问题非常好，发照片给你，谢永健跟发照片给你。谢永健跟什么做？不是啊，我觉得就是说，你这个当然我们讲说行政团队在前段时间是慢了一步，但是你后来有前进指挥所什么开始有因为人家骂了之后，你当然就会有提醒，然后民调做出来之后，因为我跟每个人都吓到快要昏倒了吧，所以就努力的弄起来啊，那你就做到。像这样子有感觉、有感的救灾啦，不是像那样子说我下去怎么样，我也有做啊，你做什么我们也不知道，那你只会笑人家去挖土或怎么样，那你自己要不要挖土？你自己要不要去涉足雨水？即使是你是女性啊，你一旦女性要当首长。也是一样，就是这个雨鞋穿了就进去了嘛，然后所以也是一样。那你的选区也是在台南的人，那你要不要进去台南看？那些淹水是在山区嘛，那不是讲说气象局报到那个中间那一块都不晓得变白变黑的，都是已经没办法预测的。黑豹。对啊，所以说我觉得还是就是说大家还是有看行动啦。来，前面要补充。其实大家都不是在我们第一线，所以我想元之也都会讲说，有啊。可是我举一个最近的例子啊，这个应该目前没有什么这个大家有争议，就是0802最近的，你知道我们真的在这个我们自己的地方淹水的地方，从早上6点进到下晡5点6点。等到它整个水慢慢退了之后，我们是站在现场，然后淋着雨。那今天也有国民党说，难道淋雨就算救灾？不是，你都只是看那个所谓的一个表面的一个批评。OK。可是你知道吗？我们从早上到每一个地方，然后进的追来，到下午点，从早上6点到下午5点。那种是跟我们去了解每个地方为什么会淹成这个样子，所以我认为这个救灾或是真正你去关心，真的不要口水，这是我们一直强调。人就最后30秒，我觉得这也不是口水吧，这就是之前救灾慢慢拍啊。昨天那个交通委员是交通委员会吗？也有邀请那个灾防办主任啊、NCC 啊、中华电信啊来报告嘛。就是大家对于说为什么你们之前一直说你们有演练，你们采购了一堆所谓越野级的行动基地台，结果到现在南部灾区还是很多没有通讯嘛，这个本来就是需要检讨的。OK，希望南部的灾情能够尽快能够解决，因为刚刚讲到对于所有的生活，不管是老人家啦或什么，你想想看，那个屋顶只要有一点的缺漏的话，那对于生活会有多大的一些影响？那整体上面来看的话，那第一个老天爷帮忙，希望不要再下雨了。然后接下来呢，所有的灾后复健能够尽快的进行。那对国内来讲的话，关税到了明天凌晨4点半，不知道川普他们到底要发布什么？那未来的关税不一定不知道，因为也有媒体说魏哲家好像也在正交往美国去，还是在美国，所以你搞不清楚，好吓人。OK， 到底会怎么样？我们大家只能拭目以待，看着未来整个公布以后，到底会是什么样一个结果？非常谢谢所有来宾，也非常谢谢观众你有收看《学妹的妹》，我们明天见，拜拜。